我们的量子力学没有发展到已经证明这个世界怎么样虚假的或者说是梦境，只是在接近于那个答案。有可能这个世界它是一串代码，它就是造物主那个人原动的一个程序。其实具体是怎么回事，佛在佛经当中也大约讲了一下，然后他的一些东西吧，就是机制和原理，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心灵的能力就这么大一个大脑能造出来每天不重复的梦，不太可能，而且很逼真。其实它就是心灵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因为对心灵的能力一无所知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心灵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接近于神的力量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创造这些所有的成就文明的这种科技实际本质上都是从我们的这个内在心灵来的。世界的这个造物者就是克拉克说的那个一，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整体心灵。然后克拉克说的那个真神就是灵的境界，就是指上帝的那个层次因为心灵是从上帝那儿来的，灵是终极存在，然后一是从灵那里面你说是分裂出来也行，或者说是创造出来也可以就是它有一个这样一个从属的关系。那你说谁更厉害呀？其实是灵更厉害，因为我们这个造物神的话，就整个宇宙的创造者这个心灵，它实际上是从这个灵的那个境界吧，就是类似于离家出走出来。宇宙其实也是接近于一个就是永恒的一个东西，但是只不过说它的这种永恒是在一种变化当中的永恒。如果说你觉得这种变化的永恒是有意思的，那也可以永远不出去，基本都会到最后都会玩够的，都会走的。所以说佛即使有那么多年的寿命，就是所谓的多少万亿多少这种的，但是他最终他还是会涅槃的，他最终会回到一切创造的源头。我们觉得空就是没有了，就是一种缺失，实际不是缺失，是拥有了一切，拥有了无限。无限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没有限制，是绝对的自由，实际就是心灵本身的一个存在状态，也是神的状态。我们现在在人类阶段能理解的无限自由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我现在也逐渐明白了，就是人如果说想抬杠的话，万物皆可杠，就我们怎么杠都可以。很多人可能不明白，就是说爱和快乐或者说幸福满足圆满这些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他们都是相关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本质是爱嘛，所以你也只有在爱的当中你才会真正的彻底的满足。所以耶稣说你要先变成小孩子，你才能回到天堂。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逻辑。我觉得灵性就是返璞归真，就是让你变得更简单更单纯更快乐，就像你说的更放松。然后克拉克他也提到了，就是再放松，进一步的再放松，你就突破了那个障碍了。因为你会发现小我这个他用恐惧去操控人嘛，他就是让你不放松，他总让你紧绷着，他总让你焦虑着。大连这边应该是有一个24岁的孩子，就是说跳楼了，然后父母本来是带他来这边散心的，他那个孩子有抑郁症，然后网友就说不能见不能看，他妈妈就非得要看最后一面，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是绝对不能看的，因为你看了你是接受不了的，说因为这种高坠嘛，这种叫高坠，从几十层楼上跳下来的这样的人的一个身体，他是不能捡起来的，他都是用那种铁锹搓起来的。就是我看到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触目惊心，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所有的痛苦的剧本全经历一遍，我们才会去反思，或者说选择去提升嘛。我觉得大家都很执着这个生命吧，就是包括我们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其实都挺勇敢的。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看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他周围所有人都很高兴，唯一那个婴儿他自己在哭。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所有人告别仪式上都在哭，但是有可能他自己本人他反而是在笑的。你不要去可怜或者说为那些死去的人感到痛苦同情，他说相反，你应该嫉妒他们，
你应该羡慕他们提前完成作业了，走出考场了，回家打游戏去了。是你这么理解也是对的。然后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人死之后的那种存在状态是远远要优于在身体当中的感受的。死了之后的人或者说那种心灵精神，它是非常美好非常快乐的。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实际你在活着的每一天就是在工作。就是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在监狱当中，我在监狱当中，任何一个人在监狱当中，从原来的无期徒刑，因为表现特别好特别出色，被缓刑被减少到了20年，本质上非常开心，对吧？我们是一种提升，是一种进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是有20年的刑期啊？而且你人还是没有自由的呀，就是你的身份你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跨越。所以说我修行也好，或者说你去走向灵性也好，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它有多大，它就相当于我们无论你怎么去美化自己囚犯这个身份，你去做囚犯当中的 No.1 也没有意义，它跟外面的拥有自由的人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这些只不过是障眼法，让你诱惑你继续留在这里的东西而已。如果说我们上去了之后，我们出离了之后，还不如这里好。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所谓的这些修行人的留言吧，在江湖姐下面的那个，他说：“哎呀，其实开悟啊也好，或者什么觉醒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哎呀，我开悟之后吧，我反而怀念以前没开悟的生活，啊，觉得现在就是无欲无求的吧，非常无聊，然后非常的没意思，啊，意思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要去追求这个境界。我没在那些上师啊或者传这些佛菩萨的或者经书当中看见过类似的内容。对呀，他也许不是真正的达到那种开悟的状态。”就是也许他或者说他不同的层级吧，像真正的那种很圆满的状态，他反而是更加的快乐，而不会感到无聊。当你真正悟道之后啊，或者怎么样之后，你的感受是更好的，你是吃得更香了，睡得更安稳了，是更容易满足的，你是变成了孩童般的快乐，你找到了你丢失的东西。所以他怎么能说是也没什么意思，然后还挺无聊的。那我就觉得你这开的是哪一种悟呢？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就你究竟是什么？你到底是在不爱当中更快乐、更圆满、更幸福，还是你在爱的当中是更满足、更快乐？其实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说高能量啊，或者说宽广啊，包容性很强的一种本质性的爱。它其实是跟慈悲或者说仁慈是有关系的，是类似的。它其实不是一种自我欣赏。我们说的这种爱自己，不是说啊我长得好看，我有才华，我有能力啊，我学历高，我怎么样，我有这些优点我才爱我自己。那如果有一天遭遇横祸了，我们这些所有美好的东西失去了，那我们就不爱自己了，那就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对不对？所谓的爱自己，或者说爱他人，或者说无条件的爱，实际上这个定义的爱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的爱，你才会觉得那个东西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爱自己和爱他人，你最后会发现其实是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慈悲。真正的爱自己就是包容你自己，宽恕你自己，接受你自己。这个力量你会感觉到很强大，就是它和那种自我欣赏的那种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不要附加于任何外在的条件。对对对，它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慈悲。你会发现别人的行为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对你的东西
开始变得力量没有那么强大了，因为你首先你不批判你自己，他的批判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强大。如果你自己对自己都过不去这一关，比如说别人就说你，哎，你脸上有一个胎记，很丑。如果你自己每天都对着镜子看着这个胎记，你自己也觉得就是很丑，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么别人对你的这种投射、这种影响一定会非常的有力量。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这种不完美，对自己是慈悲的，那么别人给你表达负能量的时候，你会某种程度的去宽恕他。他剩下的只有慈悲，带来的结果就是平和，或者说心灵的平安。你为什么要宽恕别人呢？因为你已经宽恕了你自己。但是当我们但是还有一种的话，对，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我们先认识一个人吧，你以为他是朋友，但后来发现他是在利用你，就即使我们已经把那个人拉黑了，在那之后再想起那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股恨意。但是那个恨的话，我后来观察之后，我发现其实是对自己的恨，是恨自己。哎，为什么那么不明智？为什么跟那样子的人，我还把他当成朋友，对吧？其实你说的就是太对了，就是你这个观察真的是太好了，太敏锐了。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恨的不是他，你更多的恨意其实是在恨你自己，你是不宽恕、不接受你自己。高水平的宽恕就是觉悟的，能让人觉悟的宽恕，就是你压根儿就不承认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你不承认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你连同那个人和事物，连同这个宇宙一起化解掉，那这个就是真宽恕。还有他杠的快乐，我们也要去接受和祝福他。肯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以希特勒作为人生偶像啊，对吧之类的，就是很多很多，跟你说真的，很多人以这个杀人狂为这种，对吧，精神崇拜的偶像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邪教，有那么多的信徒啊？因为那个就是符合他的口味啊。是哪一部经来着？是《法华经》还是那个《楞严经》讲的？就是说，他说我们活在一个已经着火的房子当中，但是我们是不自知的。所以其实最可怕的东西就是这种认知。最近跟同事总探讨认知，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东西它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有问题的时候，它才会真正显露出它的那个不好的那一面。我们可不可以否认这个真爱啊？否认美好啊？否认我们的本质啊？实际我们可以否认。就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东西，与神相反的东西吧，与圆满相反的境界吧，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他自己的孩子去做一个噩梦。可能这个就是我无法理解的一种大爱吧。神在我们的妄造能力上设了上限，就相当于什么呢？你非得要去非洲没苦硬吃，但是呢我在暗中派了保镖，也就相当于圣灵这个角色跟着你，怕你把自己搞没命了。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消极和悲观，只是我们在被这种东西控制太久了之后已经变得麻木了。一个人长时间的失去自由之后，他会觉得没有自由就是正常的状态，这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驯化吧。然后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人口在自杀。其实自杀跟佛学跟灵性就是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完全是一个体系的东西。我听说癌症很多都是灵性病。
可能是也可能吧，这个我们很难去研究。但是自杀，我觉得它完全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意愿性的东西。就是首先我们丧失掉了这种活下去的动力，就是我们感受不到快乐，感受不到满足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当中，就选择了终结这种生命形式。其实这个是符合逻辑的，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自杀是人类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人类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啊。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说的太绝望了，就你应该是休息要多于工作的，我们又不是牛马，又不是低等生命，对不对？应该让更多的工作让机器去代劳。就从工作或者说包括学习这一点，我就觉得人已经被剥夺了非常非常多，但是而不自知啊。我们刚才是聊到了，就是说，一个生命提升的一个路径吧，或者说一个必然性。就从你聊到很多人身边的这种见闻嘛，就是很多人吸毒啊，无法自拔呀，生活得很痛苦，对吧？当然有的人会抬杠说他们不痛苦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其实我现在也逐渐明白了，就是人如果说想抬杠的话，万物皆可杠，就我们怎么杠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就说蚂蚁比我们人类高级或者说幸福，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无法辩证，对吧？我们又不是蚂蚁，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诡辩的，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说那个在这种监狱当中无期徒刑的人，他活得要比现实生活的人要幸福100倍，快乐万分，然后衣食无忧，人生赢家，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我们怎么去诡辩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诡辩的世界当中，对吧？直接就一句话就解决了，就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对不对？你不是那个人，你怎么知道他不快乐？但是我们如果说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不快乐？对对对，所以说所有的抬杠，我觉得我都是接受的，就是没有问题。抬杠的人他其实就是活在充满了杠的世界当中，对吧？就是他有他杠的快乐，我们也要去接受和祝福他。我们其实只是在表达我们所接受的或者说喜欢的这种推崇的理论吧，对吧？肯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以希特勒作为人生偶像啊，对吧？之类的，就是很多很多。跟你说，真的，很多人以这个杀人狂为这种，对吧？精神崇拜的偶像，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邪教，有那么多的信徒啊？因为那个就是符合他的口味啊，是不是？就符合他自己口味的东西，他就去喜欢嘛，就去接受嘛。这个没有必要去对立。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上那个公共厕所嘛，就是旱厕嘛，在一个农村玩的时候，真的是好多年没上过旱厕了，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刺激，然后味道啊、视觉啊，对吧？我们都懂的。但是你看，就是有那么多的苍蝇在那里面狂欢，在那里面，对吧？所以我觉得佛菩萨他说我们就是说生活在粪坑当中而不自知，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我们就像那些苍蝇一样，我们不会觉得这是痛苦的，我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这里是应该去离开的地方。在那个是哪一部经来着？是《法华经》还是那个《楞严经》讲的？就是说，他说我们活在一个已经着火的房子当中，但是我们是不自知的，我们不认为这个房子着火了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最可怕的东西就是这种认知。最近跟同事总探讨认知，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东西
他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有问题的时候，他才会真正显露出他的那个不好的那一面。其实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件事，因为人们是有认知自由的，就是这个可以说是神给每一个众生的权利吧，就是你的思想可以扭曲或者说歪到和我们的本质是完全相反的。就比如说你可以认为对吧，一系列我们与爱相反的那些东西，是吧，就可能最后就成为一个恶魔了，就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被允许这样做，或者说被允许这样去思维吧。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否认这个真爱啊，否认美好啊，否认我们的本质啊？实际我们可以否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这个东西是不被允许的话，这个宇宙根本就不会存在，根本就不会被我们体验到。所以我有的时候思考过这个比较高深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东西，这些与神相反的东西吧，与圆满相反的境界吧，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他自己的孩子去做一个噩梦。其实我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可能这个就是我无法理解的一种大爱吧，就是他可能就是咱们探讨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是我的孩子啊，或者我是你的孩子，然后我非常的富有，然后我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对吧，然后一切的这种需求，但是你就是偏偏想玩刺激的，你就是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去努力去得到，你要从零开始，你要去挑水干嘛之类的，就是做那些最脏最累的活，然后赚的最少，你就非得要去非洲那个去垃圾堆里去搞回收。我前一阵看一个这种纪录片，就是他们烟熏火燎的那种生存环境，然后薪资也是低的非常可怕。但是作为很爱你的这种父母啊，这种长辈，我就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权利，去选择没苦硬吃。我大约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你看上师他讲了一句话，就是神在我们的妄造能力上设了上限，就相当于什么呢？你非得要去非洲没苦硬吃，但是呢我在暗中派了保镖，也就相当于圣灵这个角色跟着你，怕你把自己搞没命了，就在你已经都搞昏厥的时候给你抢救一下，给你个底线，就是让你保住命，不让你自己在那儿把自己玩死这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他为什么给我们的妄造做一个上限呢？就是怕我们搞太狠了，然后搞到自己就是说太痛苦，其实也够受的了。我们就是地狱都搞出来了，你想想，对吧？人间也是个地狱嘛，是不是？什么钢筋穿身体呀，什么那个火烧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现实了，都不是说什么那种罕见的新闻，就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吧？然后包括这种父母的这种亲情啊，这种痛苦，经常有这种孩子抑郁症跳楼的，摔得粉身碎骨你根本就无法辨认出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就是网友说的是，我在抖音上看的，前2天大连这边应该是有一个24岁的就是那个人他是搞殡葬的，他讲的都是真实的，一个24岁的孩子就是说跳楼了，然后父母本来是带他来这边散心的，他那个孩子有抑郁症，
然后网友就说不能见不能看，他妈妈就非得要看最后一面，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是绝对不能看的，因为你看了你是接受不了的，你是承受不了的。然后网友就在底下评论说对，肯定是承受不了的，说因为这种高坠嘛，这种叫高坠，从几十层楼上跳下来的这样的人的一个身体，它是不能捡起来的，它都是用那种铁锹搓起来的。就是我看到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触目惊心，我就觉得怎么能这么残忍。就看古装片经常会讲嘛，我是君主哈，我仁慈一点，我给你赐你一个全尸，对吧？我都在想仁慈在哪儿啊？但我现在就理解了让我们有一个全尸这样的一个死亡方式还是比较仁慈。比较惨的就是可能什么五马分尸这种，对吧？车裂之类的，给你拽成2段这种的。那你高坠的话，你就是变成了，对吧？就是粉碎性的一种状态可能。所以这样的事情不是说1个2个，或者说只有中国在发生，就是或者说只有今天在发生，可能500年前这种事情就在不停的发生，在上演。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所有的痛苦的剧本全经历一遍，我们才会去反思，或者说选择去提升吗？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吗？我其实一直在反问自己和观察其他人吧，就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去经历那种极其的无法承受的那些极端的痛苦，才要选择去提升人生的境界吗？或者说走向下一个存在境界吗？这个人世间就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就是说体验几百几千次还不够吗？对呀，就是有句话叫做我们北边这个北方有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嘛，对吧？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撞到粉身碎骨了之后，然后才觉得说原来其实生命这个东西是可以就是说反思一下的。真的这种肉体生命就这么的值得我们去执着吗？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执着这个生命吧，就是包括我们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其实都挺勇敢的。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看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他周围所有人都很高兴，唯一那个婴儿他自己在哭。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所有人在追悼会啊，那个就是告别仪式上都在哭，但是有可能他自己本人他反而是在笑的。是，所以哈利波特里面那个邓布利多校长最后在那个灵界与哈利相见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说，他说哈利不要可怜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要去同情那些还活着的。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台词。然后上师也提到过，他说你不要去可怜或者说为那些死去的人感到痛苦同情，他说相反，你应该嫉妒他们，你应该羡慕他们提前完成作业了。他们提前走出考场，回家打游戏去了。是你这么理解也是对的。然后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人死之后的那种存在状态是远远要优于在身体当中的感受的。死了之后的人或者说那种心灵精神，它是非常美好非常快乐的。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实际你在活着的每一天就是在工作有这样一种说法。其实你就是在用这个肉体在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在完成一个生命的一个进化的一个工作。
实际是很辛苦的。对啊，人要吃一日三餐嘛，稍微一会儿就肚子就饿了，然后又要睡觉。一搞就冷了，一搞就那个是热了。是的，一天要上很多遍的厕所，然后之类的一系列很麻烦的这些事情。而且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消极很悲观，实际它不是消极或者悲观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消极和悲观，只是我们在被这种东西控制太久了之后已经变得麻木了，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就是这样的。就相当于说一个人他长时间被奴役，他已经不觉得自己在被奴役了。一个人长时间的失去自由之后，他会觉得没有自由就是正常的状态。这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驯化吧。所以说我们其实作为人类是非常可怜的，在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法多说，因为生命本身这个存在就很累很可怜，然后再加上社会的这些约束和所谓的欲望的追求，你想想为什么一个人会跳楼啊？真的，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同情心呢？就是有没有想过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每年好像是中国就几十万吧，对吧？然后全球可能几百万的人自杀，自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死亡原因，好像是全世界能排到前几，好像我记得好像是第二不是第三，然后第一是癌症。前一阵看了一个死亡的那个就是排名嘛，就是全世界的死亡那个排名。最少的是每年死于被鲨鱼咬死的人，然后之类的，然后食物中毒啊，什么什么被食物噎住啊，呛到了这种的，然后第一名是癌症，好像第二名就是自杀。然后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人口在自杀。我觉得是不是像中国、日本、韩国自杀的比较多？包括韩国自杀的，日本特别高，对，就是社会压力越大的国家，反而自杀率是越高的。每个国家都有吧，人类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比率，就是会自杀。然后，其实自杀跟佛学跟灵性就是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完全是一个体系的东西。我听说癌症很多都是灵性病。可能是，也可能吧，这个我们很难去研究。但是自杀，我觉得它完全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意愿性的东西。就是首先我们丧失掉了这种活下去的动力。其实活下去的动力丧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感受不到快乐，感受不到满足了，感受不到美好了。然后你的世界变得黑白了、黑暗了，然后，人就可能在肉体上所谓的躯体化嘛，就开始变得，对吧？能量缺失了，然后没有食欲了，没有任何的欲望了，然后就萎靡不振了，然后可能走路都费劲了，然后最后在这种痛苦当中，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当中，就选择了终结这种生命形式。其实这个是符合逻辑的，你有没有想过？那我都已经痛苦到这种程度了，我还没有权利选择不活着吗？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自杀是人类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人类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限制。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说的太绝望了。其实我说的就是一个事实而已。它不是绝望，或者说
悲观或者乐观的能去衡量的啊。只不过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感受可能差异比较大一些吧。有的人福报大，他可能衣食住行都有人照料，对吧？他的有家族企业，他的所有的头脑聪明，他的人生可能很容易，但是当然这种很容易的人生也有自杀的啊，也有。然后有的人生可能很不容易啊，当然也有活得很好的，就是活得很乐观的、很快乐的，都有吧。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耐受力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很能忍。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一周上5天班啊，做5休2，对吧？这是很普遍的双休，但是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只有单休。然后好，这个就又进一步的剥削了人的一天，对不对？你单休，那么很多人单休也是不能保障的，可能单休都需要串休，不是固定的某一天，甚至单休可能需要出现加班啊，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事儿吧，就是然后这只是还是一个休息或者工作的一个层面，那可能家庭上、人际关系上、身体上、睡眠上等等等吧。在我看来啊，就是在我看来，单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它是不符合人性的。人在工作6天之后休1天是得不到精神和身体的缓解的。好，那不如不休息了，你都没法调整过来了。是，然后双休的话，很多人就觉得勉强，对吧？现在联合国什么可能想搞的是3休啊，或者是3.5休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就人类真的是很能忍。我觉得最起码都应该做到就是5-5分，我们应该休息和工作是一半一半，这是一个最低标准，在我看来。好一点的标准就是那可能就是对吧，你做1天休2天这样的，就你应该是休息要多于工作的。我们又不是牛马，又不是低等生命，对不对？应该让更多的工作让机器去代劳，对吧？所以说就从工作或者说包括学习这一点，我就觉得人已经被剥夺了非常非常多，但是而不自知啊。我看有一些医生嘛，不管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他们好像一周就只上1-2天班啊。就是那可能是级别比较高的吧，他出诊啊之类的，或者就1天手术只安排在1天到2天吧，这样的。对，下次可以问一下霍香，他是怎么排班的？然后他时薪特别高嘛，一小时的工资，我看那个比如说牙医吧，他有的就只是拔一颗牙，或者是给他植牙，就1个小时还不到，1000欧元的那个费用，或者是大几百欧元，对吧？对，可能所以他那他这种情况的话，他一周工作个最多2天呢，那他的收入就是像普通工作的那个，就是上5天班，他一周上2天等，可以抵得上普通的那个工作一周上5天。是的。然后剩下时间他可能就去，我不知道是去别的医院门诊，还是说他就休息去了。可能也还有一个原因，像医生这种职业嘛，因为每天都得看那些病人的病灶啊。如果是说你一周工作个5-6天的话，可能对他的那个精神嘛，也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那可能一周就只上个2。对，有的工作是它可能强度比较大，所以时间比较短。再者就是它的前期的这个付出也是不一样的。像医生本身学的时间就长，付出的成本就高，所以说相对时薪高一些，这个也是一个社会价值的一个合理的分配嘛。然后再就是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那我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是一个，对吧，我一个私人老板，我好几家企业，我可能我不需要上班，我也远远超过所有的这些
工薪阶层的白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福报层的问题。就是说到福报嘛，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耐受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你让一个普通人去承受这些痛苦啊、压力啊，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对吧？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如果你让一个天人去承受这些的话，他觉得这样的日子一天都过不了。这就是福报。就是每个人每个生命，他在不同的福报层的时候，他会有磨练出相对应的这种忍受能力。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被这个社会的骗局所蒙骗着，就觉得说我现在一周能休2天3天已经非常好了，或者怎么样，我已经过得比原来好很多了。其实是这样，国家在发展，我们的时薪呢，各方面资产都在提升，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一面不能把所有的就是生命的可能性吧全部给阻挡掉。就很多人会因为我现阶段过得好了，我们就把修行啊、灵性啊全扔了，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在监狱当中，我在监狱当中，任何一个人在监狱当中，从原来的无期徒刑，因为表现特别好、特别出色，被被减少到了20年，然后呢，减少到20年之后呢，我们就是本质上非常开心，对吧？我们是一种提升，是一种进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是有20年的刑期啊，而且你人还是没有自由的呀。就是无论你在这个监狱当中如何去改善啊，去减刑啊，还是提升生活水平啊，你本质上你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囚犯。对，就是你的身份、你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跨越。所以说，我修行也好，或者说你去走向灵性也好，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它有多大？它就相当于我们。无论你怎么去美化自己囚犯这个身份，你去做囚犯当中的 No.1 也没有意义，它跟外面的拥有自由的人是没有可比性的，它跟这些真正的体验过生命本质的人也是没有可比性的，或者说那些存在，因为这些只不过是障眼法，让你诱惑你继续留在这里的东西而已。如果说我们上去了之后，我们处理了之后，还不如这里好，不如这里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所谓的这些修行人的留言吧，在江湖姐下面的那个，他说：“哎呀，其实开悟啊也好，或者什么觉醒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哎呀，我开悟之后吧，我反而怀念以前没开悟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会觉得很有什么憧憬啊，或者追求啊，很有乐趣啊。”觉得现在就是无欲无求的吧，非常无聊，然后非常的没意思，意思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要去追求这个境界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第一感受就是，我没在那些上师啊或者传这些佛菩萨的或者经书当中看见过类似的内容。能明白我这种感觉吗？对呀，他也许不是真正的达到那种开悟的状态，就是也许他或者说他不同的层级吧，像真正的那种很圆满的状态，他反而是更加的快乐，而不会感到无聊，对吧？对呀，就是你听有一些人讲的那个理论，你就会觉得很混淆，就是他怎么说出来的东西让人觉得那么的沮丧，或者说那么的不对劲儿，就感觉这个逻辑是不通的。那你提升了之后，你反而觉得还不如原来的那种境界了，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有点，就本身是反逻辑的，不太合理，我觉得。那就回到原来那个境界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道理是说不通的，是在我看来不太
不太真实吧？我觉得我倒不至于说我去说你这个不是开悟啊或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会觉得有疑问，对，因为我看到的这些资料，他说的就是说，当你真正悟道之后啊，或者怎么样之后，你的感受是更好的，你是吃得更香了，睡得更安稳了，然后你生活的满足感是更强烈的，是更容易满足的，你是变成了孩童般的快乐，你找到了你丢失的东西，你回到了你小的时候那种天真快乐的状态，所以他怎么能说是也没什么意思，然后还挺无聊的？那我就觉得你这开的是哪一种悟呢？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那我们都看过小孩的状态，对吧？小孩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我没觉得他们无聊啊，他们就是坐在那里，就是坐在地上，然后玩泥巴都能玩一天呢。他根本就没有大人的那种，对吧？那种分别心，就是很多的那些比较啊，或者是就是很单纯的那种状态。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相信的。所以耶稣说你要先变成小孩子，你才能回到天堂。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逻辑。如果我是一个聪明的大人，我一定那个天堂它也一定不是天堂。每个人都充满了比较，充满了分别，他怎么可能快乐呢？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符合逻辑吧，就是即使我是怎么说都行，但是我觉得要语言的逻辑还是要有的，不能是说胡说八道我们也要去接受，那我觉得这个我接受不了。就是最起码要有一个根本的逻辑，是因为我们变得更单纯了，更少的比较和分别了，所以我们才变得更容易满足了，更快乐了。我觉得这个是符合逻辑的。对，我看到小孩就感觉很放松啊。有时候比较焦虑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群小孩或者有几个小孩在那里，是。就是他很不严肃，你有没有发现？就小孩他很难真正的严肃起来。对，就没有我记得，你说。对，我记得我之前有个小表弟嘛，他就比我小12岁。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上幼儿园，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把他给弄哭，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很调皮嘛，我想把他弄哭，但是又是在不伤害他的情况下把他给弄哭。后来我就问他亲哥，他哥跟我同龄嘛，然后他说其实很简单，你拿他的东西，他1秒钟就哭了，然后你再把东西还给他的时候，他1秒钟他就不哭了，就他也没有记仇，也没有恨你，就像一个开关一样，你把灯打开，把灯给关上。对，而且小孩他那种哭声啊，真的是你撕心裂肺的，你感觉要世界末日了一样，毫无控制的哭。对，但是后来他过一会儿就好了。好了之后他也没有恨你，他完全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是，所以其实小孩很多时候他的那种快乐就是一种本性的展现，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快乐吧，无条件的快乐吧。其实哎呀，对，说到灵性这个东西，我真的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觉得灵性就是返璞归真。就是让你变得更简单、更单纯、更快乐，就像你说的更放松。然后克拉克他也提到了，就是再放松，进一步的再放松，就是一直松到就是让你可以再美妙一些，再放松一些。然后他的意思你就突破了那个障碍了，因为你会发现小我这个他用恐惧去操控人嘛，他就是让你不放松。他总让你紧绷着，他总让你焦虑着，总让你焦躁着，其实本质上就是痛苦着，总是让你有一个完不成的目标。他说你不能放松，你得等你财务自由之后，你才可以真正的放松。很多人会有这个观念，说
躺平也好，或者放纵也好，你的前提是什么？你得财务自由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吧。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就应该做自己的主人，就是你想放松就放松吧，就别去给自己定那么多的条件，那么多条条框框啊。就杨定一博士的那些书我还没看啊，但是我去看那些标题，他的书的这个名字书名，我就感觉到，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一个开悟的人或者走向开悟的人写的东西，对吧？就是你就看到不合理的快乐这本书这个书名，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嘛。因为其实就是无条件的快乐嘛，无条件的快乐就是无条件的爱嘛。因为你无条件的爱你自己，你无条件的爱这个所有的一切，所以你就无条件的快乐了。很多人可能不明白，就是说爱和快乐或者说幸福啊、满足、圆满这些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他们都是相关的。我之前就讲过，因为我们的本质是爱嘛，所以你也只有在爱的当中，你才会真正的彻底的满足。你是无法不爱而得到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大家需要去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体会，就你究竟是什么？你到底是在不爱当中更快乐、更圆满、更幸福，还是你在爱的当中是更满足、更快乐？这个每个人自己去检验一下自己。那有一些人他很爱他自己，当然不是说他有多坏啊，就是比如说你看他朋友圈，或者是那个就是就你会感觉他对他自己有一种就是很由衷的一种欣赏喜欢，对，或者是包括他跟别人谈恋爱，但实际上你看本质的话，他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谈恋爱，他只是认为就是你看我这么优秀的条件找到了那样，就是那么好的伴侣，来配我，那也是更侧面的显示出我有多优秀，然后我有多那个高颜值。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嘛，其实你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非常容易混淆。就是我们表面上的理解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好嘛，甚至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对自己好，对吧？你看有的人说他是讨好型人格，他总在牺牲自己然后讨好别人，他这是不是爱自己的？实际讨好别人也是爱啊，这没有问题。我们理解的这个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是能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把爱这个东西搞清楚。我刚才说了，其实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这个无条件的爱，它是一种非常我们说高能量啊，或者说宽广啊，包容性很强的一种本质性的爱。它其实是跟慈悲或者说仁慈是有关系的，是类似的。它其实不是一种自我欣赏，或者说欣赏美好的事物的那种爱。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爱自己，不是说我长得好看，我有才华，我有能力我学历高，我怎么样，我有这些优点我才爱我自己。那如果有一天遭遇横祸了，我们这些所有美好的东西失去了，那我们就不爱自己了，那就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对不对？所谓的爱自己，或者说爱他人，或者说无条件的爱，实际上这个定义的爱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的爱，你才会觉得那个东西是真实的，或者说那个爱是真实的。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或者说我刚才说慈悲仁慈，它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一种东西。也就是说，你爱自己和爱他人，你最后会发现其实是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慈悲，它是有一体的这种理念在的。
真正的爱就是无条件的一体的大爱，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自私自利的那种有对立的那种爱。所以说你看佛菩萨经常会讲，哎呀，大慈大悲啊，慈悲心啊，他会讲这种东西，其实非常的正确，就是它非常的接近于我们在用词当中的一个极限了，已经就是因为爱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办法描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慈悲仁慈这样的词去表达它，比如说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就是包容你自己，宽恕你自己，接受你自己。这个力量你会感觉到很强大，就是它和那种自我欣赏的那种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就不要附加于任何外在的条件。对对对，它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慈悲。当你真正对自己慈悲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像你说的很放松的感觉，就你开始变得无条件了，你会觉得，哦，我有这个毛病，我不应该挑剔我自己，我应该仁慈一点，我应该对我自己慈悲一些，对不对？包容我自己，宽恕我自己的这个问题就很宽广。那么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就很容易做到去宽恕别人，或者说对其他人慈悲。也就是说，当你不再对自己挑剔的时候，不再对自己充满了条件条条框框的时候，你也会开始对别人放松。你会发现别人的行为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对你的东西开始变得力量没有那么强大了，因为你首先一点，你的前提是你已经宽恕了自己，你已经对自己开始慈悲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别人指责你也好，或者对你有一个负能量的东西的表达，你的第一反应就是首先你不批判你自己，他的批判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强大。如果你自己对自己都过不去这一关，比如说别人就说你，哎，你脸上有一个胎记很丑，如果你自己每天都对着镜子看着这个胎记，你自己也觉得就是很丑，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么别人对你的这种投射，这种影响一定会非常的有力量。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这种不完美，对自己是慈悲的，那么别人给你表达负能量的时候，你其实你会某种程度的去宽恕他。而上师讲过，其实宽恕就是爱，宽恕就是爱的一种展现，一种表达。那么当你宽恕了别人对你的攻击的时候，你就是在爱他。你会觉得整个这样一个过程流程是非常平和的、平静的，心灵是非常更多平安感的一种思维过程。实际上这就是爱的一种展现，这是真正的爱。它这里面是没有对立的，它剩下的只有慈悲，带来的结果就是平和，或者说心灵的平安。你为什么要宽恕别人呢？因为你已经宽恕了你自己。如果你不宽恕你自己的话，你绝对做不到宽恕别人。你信不信？就是你不接受你自己的缺点，如果别人去对你这个缺点指指点点的时候，评判你的时候，你绝对会是非常愤怒的，或者说非常痛苦的。但是当我们但是还有一种的话，对，还有一种情况是，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先认识一个人吧，
你以为他是朋友，但是后来发现他并不是朋友，他是在利用你啊。然后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已经把那个人给拉黑了，就即使我们已经把那个人拉黑了，在那之后再想起那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股恨意。但是那个恨的话，我后来观察之后，我发现其实是对自己的恨，是恨自己。哎，为什么那么不明智？为什么跟那样子的人，我还把他当成朋友，对吧？其实你说的就是太对了，就是你这个观察真的是太好了，太敏锐了。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恨的不是他，你更多的恨意其实是在恨你自己，你是不宽恕、不接受你自己。如果你真的宽恕了你自己的话，你同时就宽恕了他。你是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就是你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是愚蠢的呀，或者怎么样的之类的那些，对吧？那些评判，实际你是不接受你自己，你不宽恕你自己，你对自己不慈悲的时候，你就会允许别人的事件啊，或者指责呀，等等等，变成攻击你的武器。当你允许自己这样的时候，你其实也就相当于宽恕了他。那宽恕本身就是一种爱，实际你就也是相当于在用你这种方式在爱另一个人，爱你的敌人而已。就是这些东西不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会觉得很拧巴这个过程，或者很委屈吧，但是它会让我们的心灵会更平安一些。这还只是一个低水平的宽恕而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宽恕。高水平的宽恕就是觉悟的，能让人觉悟的宽恕，就是你压根儿就不承认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你不承认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你连同那个人和事物，连同这个宇宙一起化解掉。那这个就是真宽恕。你真的已经从认知上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这种梦境啊，这个幻性，这个欺骗性，它都不是真的。它就是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你在梦中梦到了一个人欺负你也好，或者你欺负别人也好，它这些事情无论对与错，它都不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很好理解，但是很难做到，因为我们还是会把事情当真。这个其实也就是学佛或者说开悟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就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当成是假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假的。你说整个世界嘛？那你昨天晚上做没做梦啊？做了呀。我也做梦了呀。那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个梦是假的吗？80%都会认为那个梦是真的，然后20%的情况是清醒梦。是，但是你现在你在跟我聊天的这个时刻，你觉得你昨天晚上做那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假的。是啊，你梦中那个人事物它存在吗？它不存在。它是真的不存在。它不是说我们去诠释它不存在，我们去从理解的角度上，它是真的不存在，它没有存在的根本。那么这个世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你整个的人生经历，你这个有角色感的人生，你之所以还觉得它是存在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看破它。目前这个你承认吗？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你现在去承认它是假的，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去看破它。
所以我们现在才被它所限制着，或者说被它束缚着。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它是，就算我们认为它是个骗局，我们现在证明不了。我们的量子力学没有发展到已经证明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虚假的，或者说是梦境的，对吧？只是在接近于那个答案。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只能依赖于这种上师啊，或者说佛经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结论。他们现在给我们这个结论，我们要么去接受它，要么就不接受。有可能这个世界它是一串代码，它就是造物主开发人员弄的一个程序。其实具体是怎么回事，佛在佛经当中也大约讲了一下，然后它的一些这些东西吧，就是机制和原理，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心灵的能力，心灵的能力。然后我们对心灵的能力的话，其实一无所知吧，或者说不相信它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这些东西怎么说？其实还是我刚才那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只是无法去证实这个东西而已。就佛说的阿赖耶识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没有办法去证实它，但是并不代表说他说的这些东西就是在欺骗我们啊或怎么样。就是要么佛说的是正确的，要么这个世界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就是取决于我们怎么去选择或者怎么去相信吧。我们难以相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明确的去用科学的手段去证实这个世界的梦境的本质，这个真相我们很难。其实有些量子力学的东西已经暗示出来这个结论了，但是可能普通老百姓来讲也不是搞这种东西的，对吧？很难，还是很难接受的。其实你想想，你昨天晚上做那个梦，它是具体怎么出来的，你都很难解释。你说它是大脑的神经元的一个随机组合吗？我觉得这不可能吧。很明显咱们的大脑没有这么强烈的这种这么厉害的这种虚构能力，对吧？就是一些物质性的神经元。对啊，它其实还是更接近于你的那种具有创造力的心灵，它进行一个组合创造。我觉得这个更能接受一些吧。你说它是纯是物质性的一个随机的排列，我觉得呢这个不太能接受，不太可能。我觉得没有那个能力，就这么大一个大脑能造出来每天不重复的梦境，觉得不太可能，而且很逼真。其实它就是心灵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因为对心灵的能力一无所知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心灵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接近于神的力量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创造啊，这些所有的成就文明的这种科技啊，实际本质上都是从我们的这个内在心灵来的。没有心灵的这个力量作为前提的话，我们显化不出来这些物质的奇迹。就包括生物本身这个构造就是堪称一个物质奇迹嘛，对吧？这个构造极其的复杂精密，然后高级。所以心灵的力量其实大家不用去太怀疑，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心灵设计出来的，会有造物者的存在的。他们对，就是世界的这个造物者，就是克拉克说的那个一，就是这个世界的这创造神，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灵，整体心灵。然后克拉克说的那个真神就是灵的境界，就是指上帝的那个层次，因为心灵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就是灵是终极存在，然后一是从灵那里面你说是分裂出来也行，或者说是创造出来也可以，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从属的关系。那你说谁更厉害呀？其实是灵更厉害，
因为我们这个造物神的话，就整个宇宙的创造者这个心灵，它实际上是从这个灵的那个境界吧，就是有点类似于离家出走出来的啊。实际这个宇宙虽然是它的杰作，但是也不是很完美啊，就跟那个真神的那个完美的存在境界还是有差距的。否则如果说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提升，我们就完全的活在这个宇宙当中就可以了。宇宙其实也是接近于一个就是永恒的一个东西，但是只不过说它的这种永恒是在一种变化当中的永恒。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吧，如果说你觉得这种变化的永恒是有意思的，那也可以永远不出去也行。但是基本都会到最后都会玩够的，都会走的。所以说佛即使有那么多年的寿命，就是所谓的多少万亿啊，多少这种的无穷无尽的多少个宇宙的这种寿命的时长，但是它最终它还是会涅槃的，就是会用那个另一个上师讲的话，就是它最终会回到一切创造的源头。那一切创造的源头，那不就是什么都不存在吗？就是神，就是空，就是神，就是神。它这个空吧，其实就是我们会非常的去曲解它吧，就是我们觉得那个空就是什么都不存在，然后实际我从我理解的这个奇迹课程的这个上师，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很无聊的空，它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个好的空，它不是一个坏的空。它这个空，你可以理解成无限的可能性，也可以这么理解。实际是无限，不是空。我觉得用无限来形容更美好一些。就作为我们人类的一个头脑来理解，我们觉得空就是没有了，就是一种缺失。实际不是缺失，是拥有了一切，拥有了无限。无限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没有限制，是绝对的自由。那绝对的自由实际就是心灵本身的一个存在状态，也是神的状态。就打个比方，无限自由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在人类阶段能理解的无限自由，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对吧？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我们可以想，可以。你可以想象，你就是这个宇宙的，或者你是世界首富，你是宇宙的什么什么最高等的文明，或者说你可以想象你是任何一种存在也好，或者不存在也好。总之你的想象力是本质上没有什么限制，对吧？你看我们的艺术创作，这些所有的来源都是来源于想象力啊，对不对？有搞什么丧尸，有搞什么世界末日，什么鬼呀、神呐、什么魔法呀，对吧？有什么修仙呐，这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你看那个动画片就更是想象力的边界了，真是。因为你要是真人拍的话，还有一些限制，对吧？成本的、特效的限制。我看那个一拳超人，那真的是，这个我也看过，一拳把整个地球都给打爆了，我天哪！那不就是想象力吗？它是没有逻辑的呀。就这个人训练了几年，就超越了一切的存在，没有逻辑。但是可以让观众有那种代入感，让观众爽。它其实就是满足了观众的这种想象力。好像说日本
20年前的时候，那个日本经济开始下行、开始失落的那段时间，它那个动漫的我们又产业到点儿了，就发达啊。没有又再来一期吗？我听着听着想，哎，怎么没声音呢？怎么突然就退出来了？我看你后来都没声了，我以为你去忙别的了。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太有磁性嘛，然后我被你催眠到，有时候进入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你知道吗？得了吧，怎么可能给你催眠了？都像唠家常一样。对，对，那刚刚聊哪儿来了？这个是你录音还是我录音？如果你电脑已经关了，那就我来录。没有，我都一直录着，你也录吧，我建议你啊，就是咱俩养成好习惯，双向录音吧，这样防止有数据丢失。好，我也录着，对，反正也没有什么成本，对不对？你就录吧。对，到时候你要内存什么占空间，你就把你那边的删掉就行，你就记着点，对的，定期清理一下就可以。对，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